夏威夷人最出名也最重要的传统草裙舞呼啦。可以说，传统的呼啦其实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，和娱乐表演无关。由于太平洋地区几乎没有文字，就不得不将历史神话以及对神灵酋长的歌颂编纂成圣歌，然后通过歌谣的方式让大家记住并传承下去。所以呼啦的表达核心正是歌词，舞蹈和旋律都只是圣歌的一种装饰伴奏。早期的舞者动作非常简单，可以站可以坐，主要通过手部的运动来诠释歌词，比如树叶的摇曳、海洋的波浪等等，再配合上打击乐器以及拍手和拍膝来保持节奏。所以相比太平洋其他地区的舞蹈，呼啦看起来更加优雅浪漫。由于是仪式的一部分，一个小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仪式无效，甚至产生可怕的后果，所以初学者们都必须在台下经过严格的训练才可以正式登场。可见做好一个传统的呼啦舞者，不仅要学习舞蹈，还要记忆圣歌以及制作草裙乐器等等。虽然我们翻译为草裙舞，但无论男女舞者经常穿着的也有裹腰布，他们通常上身赤裸，偶尔也会用椰子壳做点装饰。也正因如此，才让前来的传教士们难以接受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暴露而性感的舞蹈，所以很快就被禁止。接下来基督教的音乐和圣歌被强制输入，学校禁止传授本土语言，夏威夷文化岌岌可危。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传承的力量，虽然公共场合无法继续，但岛民们却可以躲在家里偷偷练习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口传相授的圣歌文化，才让许多古老的故事保留下来。直到1874年，呼啦终于被热爱生活的卡拉卡瓦国王恢复，唯一的改变是女性不得再裸露上身，还要换上长裙。从此大家亲切地称呼这位国王为快乐君主，并且传颂着一句他的名言：呼啦不是舞蹈，而是夏威夷人的心跳。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王，自1964年开始，每年都会举办为期1周的快乐君主节，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草裙舞比赛了。今天尽管夏威夷的旅游业非常兴旺，但也彻底改变了草裙舞的原貌，不再是以体现歌词为主，简单的肢体和节奏为辅。相反，为了吸引观众，表现民族活力，就不得不加入复杂的动作和强烈的节奏，吟唱的歌词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。由于西方文化的不断影响，今天的呼啦也被分为了传统版卡希口和现代版阿瓦纳两种类型。阿瓦纳不再具有仪式感，更多了些娱乐性，服装相对保守，连伴奏也发生了改变。19世纪的葡萄牙人带来了一种有趣的乐器，夏威夷人发现只要用手指在上面跳跃，就会发出美妙的声音，于是取名乌库雷雷，意思是跳蚤。至于歌词，也多换成了大家乐此不疲的爱情故事。欢迎关注、转发和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